第一章童年。1961年，我出生在韩国一个小镇景义。景义位于韩国西南端的全罗北道，介于全州市和广州广域市。景义南部有风景宜人的内藏山国立公园，秋季有很多游客去那里观赏枫叶。我的爷爷开一家米店，家境小康。爷爷过世的时候，父亲才12岁。爷爷在世时，经常有乡亲们来借钱借米，留下厚厚一叠借条。爷爷过世后，父亲把借条全烧了。他的想法是，如果人们想还，自然会还，但他不会去一家家讨债。可见父亲小年纪已经很有主见了。父亲的青少年应该很不容易，但是蒙神的恩典，他努力坚持了下来。父亲成年后做过文具生意、服装生意，也曾经在银行工作过。我曾经记得有一次收支差了1分钱，父亲为此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账，一直到他找出问题为止。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父亲30多岁的时候就做了当地教会的长老，颇有影响力。父亲为人谦和勤奋，很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。父亲也好学，即便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韩国，还跟老师学过英文。母亲呢，照顾家，帮忙打理生意，非常热情健谈。奶奶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，从小我跟随家人们去教会，有很多快乐的回忆。记得一个圣诞节，小孩子们表演节目，我演的就是一个腿受伤的男孩，真正的本色演出。我和牧师的儿子是好朋友，一直到初中阶段才因为上不同的学校而分开。我也记得节日的时候，教会会发糖果给孩子们。总体来说，那间教会是长老会背景，不特别着重传福音。因此，我虽然从小去教会，重生得救却是大学时期的事情了。父亲在教会里做长老，有很多服事，深受敬重。直到今天，依然生活在家乡的姐姐姐夫还不时会遇到人，对他们讲，他们还记得父亲，很怀念他。小的时候，我和父母在一起睡，记得每天一大早，父亲就起床，然后坐着为家里每个人提名祷告。因为最小，我的名字是最后被提到的。我有哥哥姐姐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1岁时，我忽然生病，高烧1周之久。后来确定是病毒感染，导致小儿麻痹症，右腿萎缩无力。尽管有此病痛，家人描述幼年的我是个快乐宝宝，个性温和，讨人喜欢。父母、哥哥姐姐都对我关爱有加。我在这样一个蛮有爱和温情的家庭中长大。上学之后，我也没有因为腿疾被嘲弄，或许因为父亲在小镇颇有影响力，我被选做班长，同学们对我很好，很照顾。现在有很多描写校园霸凌的韩国电影，感谢神，在我的故乡学校，至少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没有这样的问题。